帝君虽与调伏妙意渊锁了淼落，但倘若晓得帝君为此沉睡，即便那淼落夜已被囚，我亦担心他会否闹出什么风浪来。为保帝君沉睡这100年间，淼落不致再生出祸端，我思虑再三，今日倒是得了一个法子。仙翁极善涅槃。若是仙翁能将帝君一半的影子施加往事之术，投入到梵音谷之中，自然此术若成，他断不会知晓自己是帝君的那半个影子，也断不会知晓自己肩负着守护妙意渊的大任。但此影终归有一丝气息是帝君的，所以只要他投生在梵音谷，便是对淼落的一个威慑。仙君此事所虑周全，老朽方才也思虑了片刻，这确是唯一的可行之法。但以老朽之见，待老朽入梵音谷施往事之术后，仙君同老朽需饮一饮忘尘水，忘却此事。仙君行事向来严谨，想来也会理解老朽的所为。方才镜中连宋、重林以及云庄仙翁，难道是说沈夜乃是帝君的？初入阿兰惹之梦，我便觉得沈夜的气息有些熟悉，还以为我们修的是同宗法术之故，没想到他竟是我的一个影子。从前我虽怀疑沈夜造的此地，但又想一介地仙如何能使创世之术？但如果他是帝君你的影子，那就不足为奇了。这个影子虽然是为了限制淼落，但这神力恐怕只能用一次吧。结果沈夜未得机会将神力用来震慑淼落，反倒造了阿兰惹之梦。帝君，有一事我想请教你。西泽说的复活方法，这真的管用吗？西泽倒是个高人，这个方法对寻常地仙来讲，或许真的管用。帝君所言为真。可惜，阿兰惹未必是寻常地仙。什么？那阿兰惹是什么？如果沈夜是我的影子，那阿兰惹的身份……凤九，这是他出生之前？这便是数百年前阿兰惹降生的景象。可帝君刚才投入的是阿兰惹的小象，为何会出现凤九殿下呢？阿兰惹是小白的影子。阿兰惹也是影子，但是看小白的模样，他似乎并不知道阿兰惹是自己的影子。这件事确实有点奇怪，还是先看看再说吧。你说的对，既然帝君这次只是影子去下界，并且还瞒着众仙，那我就不要知道帝君是身处何处比较好。不如你将我的影子也拿去吧，仿照帝君的影子投生到帝君所在之处。我希望我的影子这次可以代替我好好报恩。帝君他有危险的时候就去救他，帝君他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帮他得到。帝君想要什么，你就让他得到什么。那如果要是他没有得到，你这个恩报不成呢？你方才不是说帝君300年后会以本体下凡去历劫吗？那届时我就问清楚司命，帝君他在哪？我希望那个时候我见到他，应该不会像现在这样没用。好吧，那将你的一半影子给我，届时无论这个恩是否报成，我都会告知你一声。阿兰惹如果只是凤九殿下的影子，那沈夜的这个法子，恐怕……影子只有一世生命，
纵使沈夜逆天造梦，阿兰热已无法复生。阿兰热一生凄惨，却过得如此善良，始终大气，最后竟为了比翼鸟一族死在战场上。所以你必须配合我走完。此次我必须要让阿兰热复生。你若愿意配合我，走完阿兰热的一生，他会活过来的。可是你使用的法子真的有用吗？是西泽告诉我的。他说，只要造出阿兰热之梦这个结界，再走完阿兰热的历程，并用琉璃盏收集阿兰热的元神，他就能复生了。可是琉璃盏已经破碎了，但他的元神并没有散失，而是转移到了你的体内。如今，我成了那个琉璃盏。没错，只要你在战场上记住凤鸣阵，当然，只需摆个样子，我就有办法从你体内提出阿兰惹的元神，你不会有一点损伤。你不也希望阿兰惹能够复生吗？而且，想要走出阿兰惹之梦，你必须走安踏的一生，这样你才能够重回你的世界。好，那我助你。多谢你的大恩。不必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我是为了阿兰惹，并非为你。无论你为谁，我都要谢谢你。哦，对了，之后的大事，就是向李雀死去之后，你就回到了神宫，我便被冤枉入狱，对吗？你的出现产生了太多变数，后面会发生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只能静观其变。就算你真的入了狱，到时候也不用麻烦西泽，我会救你出来。就算真的需要救，他会来救我的。恐怕宫里已经变天了。殿下，圣君薨逝了。这么快？该来的总会来。我去王宫。夫君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夫君，不是我，夫君。王兄，你来了。王梅，你快来看看夫君。夫君，神官长大人，慌什么？不就是让我回神宫吗？我回去便是。大人，是夜宵族前来进犯，现在人人惶恐。这么快？阿兰惹殿下呢？已经入宫了。不好！
沈夜，你干什么？阿兰惹弑君杀父，难道你还要包庇他吗？在我面前你们就别装了。邢李贺呢？他已经出去了，想必已经是在奔赴战场的路上。我现在就和阿兰惹去战场，抵御外敌。你放我们离开，如何？走。如今，造梦缘由都已知晓，帝君可否找到破梦而出的办法？强行破梦而出不是不可以，但或许会带来不可预计的危险。尤其是沈夜作为造梦者，恐怕性命难保。如今唯一两全的办法，就是靠沈夜自己看破执念，解除心魔。要告诉他，阿兰惹无法复生，这真是有些残忍。虽然残忍，却是事实。如果沈夜始终无法看破执念呢？要么看破，要么死亡，没有其他可能。阿兰惹人呢？细泽大人，莫先生，上军薨逝了，阿兰惹殿下进宫了。上军薨逝了。此时时间提前太多了。帝君，凤九殿下恐怕……快去宫里。你们在说什么？阿兰惹人呢？阿兰惹自请上战场了。说的可是实话？是真的。沈夜大人带着他一同去了思行河畔，地狱进犯的夜宵族了。糟了，沈夜一定是执迷不悟，他不会是让殿下也使凤鸣镇了吧？他敢？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三殿下，老子怕你一个人害怕，过来陪你。竭力去找你了。说什么了？嗨，菊诺不让乡里盟守着小九，你一个人，他们又不放心。既然这样，陪我下棋吧。啊，饶了我吧！哎，据传闻姬恒公主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啊。说得对，下就下，让你见识见识老子的厉害。嘿嘿。这几天结界不太稳，我有预感，应该快了。那就多下几盘，请吧。我们还是专心守阵吧。别呀，要不然你从头教我。这怎么教啊？反正闲着也无事，来吧。啊！
还没到使用凤鸣阵的时候啊。无妨，既然一切都已经改变了，自然越快越好。可是我不会凤鸣术，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。凤鸣阵，正合我意。废，给我！刚刚说的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来不及了，快！苍河剑。为何到处乱跑？受伤了吗？你是东华帝君，不是西泽大人。我竟看走了眼。我用了修正术，你自然看不出来。帝君莅临此境，神也不胜殊荣。阿兰热重生的元神现在在哪儿？该不会你已经差不多集全，尽数搁到小白的身体里了吧？世上无事能逃过帝君的法眼。阿兰惹的元神遇到了意外，便进入了他的体内。帝君怀中的女子是我的执念，还望帝君网开一面，将她还于我。我的人为什么要让给你？我还没驾驭你，怎么就成你的人了？我说过，初梦便娶你。他到底是谁？小白刚掉入阿兰惹之梦时，你造出的阿兰惹就被他取代了。前代神官七泽倒的确是个高人。如果阿兰惹仅仅是只比翼鸟，他教你复生的办法虽然逆天，倒也可行。可阿兰惹仅仅是因影子而生成的神女，只有一世之命，一世过后便会化为烟尘。你再怎么收集她的元神，也无法复原成完整的她。你无论如何也复生不了她，她不会再回来了。帝君，有我在，怕什么？他到底是谁？他是青丘的地基白凤九。青丘地基？青丘地基为何会进入阿兰惹的躯壳里？因为阿兰惹是由凤九殿下的影子生成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沈夜，其实你也是一个影子，你是东华帝君的影子。胡说！你胡说！胡说！这是能够呈现仙者来龙去脉的妙华镜，
你自己看吧。竟然是你，东华，你又来坏我的好事，给我杀了他们！是影子，我也是影子，一切都只是徒劳。阿兰惹，阿兰惹，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，阿兰惹？你快回来！我不该在你活着的时候让你受那么多苦，我还妄想这一切可以重新来过。沈夜，梦境就要崩塌了，我必须尽快带你们离开这儿，否则将永远被埋葬在这儿。
可惜呀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待我完全吸收完这缕元神红气，收回魔族的那滴血泪之后，东华，我定好好会一会你。哎，我又赢了，和你下棋真是无趣。帝君，你终于出来了，多谢二皇子。罢了，先让小白去休息。小九怎么了？冰块脸，为何你竖着出来，小九却是横着出来的？燕赤雾，你那御林院是否有温泉？有，怎么了？你用我的住处换回来。今晚你去疾风院睡吧。你跟我过来一下。啊，我，嗯。我刻意造出这么个时机，让你二人共处一室，说些小话，连一连情谊，劫后余生嘛，正是诉衷情的好时候。这种时候呢，美人最是脆弱，稍许温存即可拿下。这种关键时刻，你招我进来做什么？你在他身上使昏睡诀做什么？你是希望他多睡一睡，养养精神，还是凤九得了什么重症？再招一句小白身染重症，我就打得你身染重症。那你这是为什么呀？他因为我受了很多苦，他本不该受这些的。你是东华帝君，像她这样的小神女，爱上你这样的尊神，多一些坎坷，不是应该的吗？你干嘛生出这么多惆怅啊？淼洛除了遗留在魔族的血泪外，还有一缕元神红气，一直被封在小白的凤羽画印记里。淼洛的画像在阿兰惹之梦中拿走了那缕元神，还伤了小白。什么？这可是妙义渊。连宋，你去召集梵音谷各族君王，护送所有人出谷，让燕赤雾即刻返回魔族，通知旭阳，务必守护好血泪。若让淼洛得到血泪，妙义渊关不住他。是，即刻就去。天君那里还需你斡旋一二。放心，你是要亲去妙义渊？是。还有一件事，也要烦请你。这几十万年不见你跟我客气，你非要在这个时候跟我客气吗？是不是跟凤九有关？这些事，不要让他知道。他在进入阿兰惹之梦前就身受重伤，好不容易在梦中休养好了，却因为淼洛拿回元神，又再度受伤。他似乎遇到我，就一直在受伤。帝君，天族接收梵音谷众人，魔族守护好血泪，淼洛的事我来应付。至于小白，暂时先让他好好休养，过一阵再说吧。
这几十万年铁树不开花，一动情，怎么动得这般刻骨铭心？往常你3分法力，倒喜欢嚷嚷；如今6分法力在手，倒喜欢装乖了。可惜，本君早已不耐你这点把戏。既然你喜欢，便成全你。小白，你受的伤，我都会替你还回去。这是帝君的消防吗？我回来了。掉入阿兰惹之梦后，我成了阿兰惹，帝君成了西泽。阿兰惹和西泽原本是夫妻，我和帝君也自自然然地做了夫妻。帝君爱侧着睡，爱将头发睡得凌乱。这是帝君，是真的，不是吗？醒了？伤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你呢？还有些乏，让我缓缓。我们从梦里出来了。既然没什么大碍，那阿兰惹里的一切都已经散了吧？都散了，但我们还在。我们不是阿兰惹和西泽。当然不是他们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而我们还是我们。这样真好。小白，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会让你伤心。我们生生世世都不再分离。这不是小燕的房间吗？她知道我在这儿吗？
我早就同他打过招呼了。这里有温泉可以解乏，他已经搬去疾风院住了。方才啊，是老鼠打翻了花盆罢了。哦，怎么了？吓到了？有我在还害怕？不怕，只是有点不好意思。你怎么了？可有不舒服？头有点晕。哦，你是太累了，睡会儿吧，有我在。为什么我尊突然就能驱走血泪了？谁知道？不过既然是东华说的，一定非常紧急了，不然那个臭冰块脸才不会开这个口。旭阳，这到底行不行啊？老子都快被吸成人干了！必须不断巩固，这样才能断了淼落和血泪的连结。谁都进不去，谁都出不来。是，我不死，谁都进不去。旭阳，我不会让你出事的。你是姬恒的哥哥，将来还要跟我跟他主持婚事呢。没想到，这一场大难，会让我们两族第一次携手共进退。这一辈子，本王不曾服过比翼鸟族，如今倒是对女君刮目相看。那就劳烦三殿下替我们通报一二。一定，一定。醒了？你是谁啊？你不记得我了？那你是谁？你知道吗？青丘白凤九呀。所以，你只是不认识我。你再仔细看看，我到底是谁？你是我们青丘哪只小狐狸啊？跟我一起读书的同窗？再不然就是吃过我香煎宴的哪位仙君？看来
你真的失忆了。啊？可惜啊。可惜什么？原本我打算同你一起回趟青丘，见见你的家人，商量一下如何补办婚宴，让你成了帝后之位。既然你真的失忆了，那这一切也只好无限延宕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你当真娶我？真没想到，已经全忘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去找连宋，让他送你回青丘。那你不娶我了吗？你既不记得我，此事只好作罢了。啊，其实我好像想起来了。啊，在阿兰惹之梦，我们曾是夫妻吧？我是阿兰惹，你是西泽。阿兰惹之梦里的事哪里作数？你既记不起来我，就不要勉强自己了。我好像想起来了。想起什么了？你好像是帝君。好像啊，你就是帝君，我就是青丘白凤九，是你的小白。啊，好痛！我下次不敢诓了。还有下次？没有下次了。那你方才说的话还算数吗？哪句啊？就是说要娶我那句。你先去泡泡温泉，解乏。我们准备出谷了，我让冲林准备好，出去便娶你。好，那你不去吗？还没婚嫁呢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比翼鸟族王室、夜宵族王室愿守谷，还请帝君首肯。你可知道，妙玉渊一旦被迫，是何下场？禀帝君，妙玉渊封印淼洛数万余年，早已充斥了淼洛的浊息。若此次淼洛破剑而出，整个梵音国便会充斥浊息，到时一定会生灵涂炭。浊息过境，寸草不生，一命不留。你们可都清楚吗？请帝君首肯，愿与梵音谷共存亡。帝君，我等才能虽不能与天族众神相比，但族人供奉我们为王，享尽荣宠。若此刻我们不留下来，将来还有何颜面再见族人？的确是这个道理。天族的法力虽然高强，但入谷要去除法力不说，也不如谷内沿袭的术法纯净。在梵音谷里，有人帮你也不错。我已经安排好，谷内的族人撤离，天族也做好接应的准备。我等愿守谷，请帝君首肯。请帝君首肯。那便有劳你们，同本君一同看护妙玉渊了。谢帝君。
这是连心镜，专门净化浊息，可助你们压制秒落。谢帝君。皇兄，节律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为什么你们都要留下，只有我一个人离开？我也要留下随你们守谷，我也是王氏血脉。你才多大？我都能跟你一起去上学堂了，你们能留下，为什么我不能？节律，我们都走了，比翼鸟族的子民要仰赖谁？这一趟去天族，总要有人为他们拿主意，主持大局。莫非你想让我们的子民自己在天族讨生活吗？那换你去不好吗？皇兄，你是比翼鸟族未来的君王，你带着子民们去天族，我留下来。傻孩子，舅舅舅母就你一个女儿，我答应过他们，要照顾好你，保证你平安无事的。那你们不会再也不回来了吧？这只是最坏的打算。有帝君在，就不会走到这一步的。可是我做不到，皇兄，我一个人做不到的。你那么喜欢凤九殿下，你舍得再也不见他了。我在谷外没有牵挂，我从小就在这儿长大，你让我留下吗？我是喜欢凤九殿下，我在心里会想着他，但我更是比翼鸟族的皇子，守谷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我不会退，也不能退。节律，让你随子民一同出去，是我们所有人的决定。母君、舅舅、舅母，还有我。为什么？节律，虽然你没有经历世事，却是我们一直认同的希望。如果有一天，我们真的要面临生死之局，只要我们知道，比翼鸟族还有你在，我们才能安心的去全力以赴的应对。皇兄，母君让我带句话给你：梵音谷的悲剧，就让它留在梵音谷。她说你会懂的。可为什么你也要留下来？你的愿望还没有完成。母君老了，他们需要我。况且，节律，你就没有牵挂吗？你现在眼前浮现的是谁的身影？皇兄，你取笑我。哥哥还盼着你长大嫁人呢。别怕，不过是一段时间的分离。那你们一定要平安无事。我一定会守好这里，等着你们回来。大气从容，而又饱含情思，妙哉！随意吹奏，让帝君见笑了。此番你仗义援手，相助我和小白，我还未曾道过谢。岂敢！能为帝君效劳，乃苏某毕生之幸。何况，帝君你也知道，我是存有私心的。这不算什么私心，不过寻一个真相罢了。
是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对阿兰惹的死耿耿于怀。此番入梦，总算是了了一桩心事。原来这样一个结果，未必如你所愿吧？于我而言，我当然不想见到阿兰惹深爱沈夜，更不愿相信沈夜也深爱着阿兰惹。但我在此处苦想了数日，我慢慢明白，这样的一个结果，一个真相，倒是比我猜测的还要好些。我替阿兰惹感到欣慰，他的一片真心，终究是没有错付。你能这么想，也算难得。哦，谷内似有异动，连三殿下并未与我详细分授，但我也能猜到一二。帝君，你若有任何吩咐，西海一众定不降服。还没到那个时候，我自有办法。九哥，小燕给你的书信。小燕？啊，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文绉绉的？我先走了。小酒归来，我心甚慰。现可饮酒乎？食肉乎？若酒肉皆可尽度，便速来醉里先私会。哎，是蒙少要私下先给你饯行。自你进入阿兰惹之梦，比翼鸟一族便晓得我们的身份有假，但碍于冰块脸和连宋的面子，不敢多加打探。蒙少私下问过我几次，哎，念着朋友一场，我便将身份坦荡荡告知了。虽然含糊了你的身份，但他却误以为你也是魔族之人。这次小燕倒是挺聪明的嘛，还知道要帮我隐瞒身份。哎，其实啊，蒙少是对传说中的凤九情谊甚深，并不是对你。我们朋友一场，就算让他知晓，他也拼不过冰块脸。是要继续瞒着蒙少，还是和盘托出，全看你自己。看来恢复了4季的梵音谷景色秀丽，也不失为一处避世桃源呢。梵音谷本就造在红尘之外，当日为调伏妙一渊，中和世间3毒浊息，我才选了此处。调伏一次妙一渊，就要耗费你大半修为，要彻底净化，恐怕你毕生的仙缘就所剩无几了，便要进入数十万年的沉睡。何况还有一个淼落。现在只有稳住妙一渊，困住淼落，待找到彻底除掉淼落的方法，再做打算。虽然四海八荒你最厉害，但我们天族拿得出手的上神，也还是颇有几位的，哪能就让你一个人愁成那样呢？再说现在天地已定，魔族的纷争借这次淼落之事也有所缓和，你就先回太晨宫好好调养便是。太晨宫要办喜事了。
要迎接帝后了。我答应过他，出谷便娶她。哼，这分明是你最晚步入红尘情爱，却被你抢先一步。好，大事已定，你也就可以安心了。对了，你给我的平婆果，我已经给了谢明主，你也可放心。小燕，你为何这种时候还不惜法力来往梵音谷？我以为匆匆一别，你不会回来了。老子回来接姬恒，啊，乐师。对了，你一向中意姬恒乐师。哎，小九真的是帝君喜欢的人吗？像帝君这样的尊神，也会为了自己心爱的人下令隐瞒他，真是想不到。根本就是幼稚的要死。你们都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，真好。我还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再见到凤九殿下，凤九殿下还不知道我喜欢他呢。孟少，在你想象中，凤九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像她这样一等一的名门淑女，定是个纯真善良的女仙，热爱小动物，绝不沾酒肉、荤腥这等俗物。而且，他在说谁啊？真玄乎，又是哪个舞姬啊？我觉得他在说他憧憬的青丘凤九殿下，喜欢小动物、小昆虫，连只苍蝇啊，都舍不得扎死了。孟少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要是凤九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，你还恋他爱他吗？你这是何意？若是凤九是他这样，你还恋他爱他吗？怎么可能？要是凤九殿下像他那样，我只好找块豆腐把他去撞死算了。我就是请求白凤九。那个长生将军是我赠予你的，琉璃瓦罐也是我赠予你的。当时救下你之时，没有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，还瞒了你这么久，不好意思啊，孟少。你真的是凤九殿下？正是在下。那个不沾酒肉、热爱小昆虫、小动物的凤九殿下？孟少，你可能对我有些误会。其实吧，你方才喝的是什么？酒啊。吃的是什么？兔子肉啊。竹块上面钉的是什么？苍蝇。哎，孟少，孟少，孟少！皇子，皇子，他这怎么了？他呀，几十年的一个梦想破灭了，不堪承受，昏过去了。二皇子，女人，我再也不要相信女人了。连我最崇拜的女人都是这个样子，天底下还有什么女人可值得指望？他这受什么打击了？看他这样子，不会要做出什么傻事吧？啊，我没想到会给他逼到这个地步，要不要追上去看看？万一他想不开的话。哎，如此便打住吧。若是你再去安慰他，恐怕他伤的就不只是心了。让他哭一哭也好，哭完了兴许就想通了。以老子的高见，你就别追上去了。为了他的安全，还是咱们去吧。啊？哎，什么时候关系变得这么好了？
这里的肉也就空空他们没什么可吃的，回去我给你做好吃的。好。其实我熬的补肾汤最好了，待回到太成宫之后，好好给你补补。好。马上就要离开这儿了，竟然还有些不舍。走之前，我再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哎呀，没想到你们天族也会关心九重天之下的人呐！哎，人家乡里盟有情有义，你们夸他这么久，他一个人守在阿兰惹之梦外，随时准备牺牲自己，去救帝君跟凤九，也没怪你身为魔族欺骗他，跟你做兄弟。都怪小九欠下风流债。蒙少他性子单纯，人又老实，我怕他看起来没事，结果自己找个地方偷偷躲起来哭。哎，蒙少，啊，伤心傻了？眼睛被沙蒙了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真伤心啊！你有那么喜欢小九吗？他拿你当真心真意的朋友，此情不假。但是你喜欢的那个人，完全是你想象中的另外一个人。那个人符合你心意的所有特点，但却不是他。就是，哎，等这些劳什子事都结束了，老子陪你去谷外，四海八荒3000红尘世俗中好好走一遭，咱们寻个真真实实的姑娘来喜欢，可好？哎，其实我也不是伤心，就是冷静下来，觉得自己真的好丢脸。丢脸？哦，你是说被他吓晕那事？我一直在想，我要是遇到凤九殿下，我第一句话该跟他说什么？我该怎么向他表白？刚刚真的太失态了，一直以来的好朋友变成了自己倾慕已久的人，还曾大言不惭地跟他说过那么多次喜欢他，我却没能将他认出来，真的是太丢脸了，还让你们担心，真的是对不住你们。那就去跟他表白吧。既然心里有遗憾，就让他知道你有多喜欢他。他喜欢谁是他的事儿，谁喜欢他，这天大地大的，谁也管不着。可，他跟帝君两情相悦，我又何必上前自讨没趣，给他徒增烦恼呢？他和冰块莲两情相悦是他们的事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哎，程昱老说我无知，应该让他过来看看什么叫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。你别打岔。蒙少，你比我聪明，你自己琢磨琢磨。谁规定这世上就只允许两情相悦这一种爱情？单相思就低人一等了？爱上一个不会爱你的人就不算爱情了？你喜欢他，堂堂正正，你又没逼他一定要回应你。想表白就去告诉他，不想说就放在心里一辈子。反正我是你兄弟，不管你想干什么，只要不会伤害小九，我都支持你。哎，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我要去跟凤九殿下表白，我还没有好好跟凤九殿下说过，我喜欢他。那就去，让他知道你有多喜欢他，老子支持你。等你说完了，若是需要，我陪你喝酒，咱们不醉不归。我一块儿去看看吧。嗯。哎，他们在那儿。我们也只能送你到这儿了，剩下的看你自己了。嗯。小妍，三殿下，谢谢你们。每次看着蒙少，我总觉得自己好像罪大恶极。你的确是，但是跟他比，我们谁又不是呢？
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殿下，殿下，帝君，我想跟凤九殿下借一步说话。好。凤九殿下，刚刚在醉酒之下行动都有得罪，还请你恕罪。孟少，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我的好朋友，虽然说我没有跟你坦白，但是你也不用这么客气啊。所以，我们还能是好朋友吗？当然了，九哥是你的好朋友，你也是九哥的好朋友，以后你就把我当成九哥看待就行了，因为那才是真正的我。我其实很高兴。能在，能让我倾慕已久的人知道我喜欢他。凤九殿下，我没什么遗憾了。怎么会没有什么遗憾？要让你喜欢的人也喜欢你，才叫没有遗憾。日后你一定会遇到一个真正爱慕你的人，到时候你一定要豁出去。你学学人家小燕。让那个人像你喜欢他那般喜欢你才行，知道吗？好。哎，咱们俩是不是应该先避一避呀？哼，这种万年难凑热闹的机会。有人要跟东华帝君抢人，我恨不得凑到跟前去看才痛快呢，还避？哼，老子就知道天族没好人。你倒是应该避一避，我这么盯着，万一有什么我可以挡一挡。干嘛这么看着我？你就想在这儿看好戏是吧？你话说的这么直接，就有点过分了。被老子说中了吧？天族混账！就是你说的这个混账，教你如何下棋，教你如何去赢取姬恒公主的心，你就是这么对待你师傅的吗？什么师傅？老子最讨厌下棋了。过河拆桥是吧？这么快说了？说了。小九说什么了？他说我们以后还是好朋友，还让我多多向你学习呢。向我学习？嗯。定是要学习你的无耻。他还说，让我下次再喜欢一个人时，定要让那个人像我喜欢他那般也喜欢我。那就不要辜负他的祝福。其实，我一开始就知道的。在我第一次见到凤九殿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不会喜欢我的。他是那样的光彩照人，独特迷人，身份尊贵，我都知道的。就算我不是梵音谷的人，就算我在四海八荒之中，我也只会是千千万万个追求凤九殿下的人之中最不起眼的那一个。虽然你们都说我喜欢的只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，并不是真正的凤九殿下，但是小燕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总是想要逃离梵音谷，并不是因为梵音谷一年四季只有冬季，过于寂寞，而是我见到了凤九殿下，我想要再见到他，哪怕一句话也不说，都没有关系。我是见到凤九殿下之后，才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的。为了靠近他些许，我搜集所有有关于他的消息，哪怕是假的，只要与他有关，我就舍不得放过。我知道这是没有结果的暗恋，但是我就是舍不得放弃，不是因为我傻，而是因为那是凤九殿下。我以前从未感受过春夏秋的温暖，是凤九殿下让我感觉到了。
是他让我知道了温暖的方向。能有机会和你们相识，成为好朋友，我真的很开心。跟你们这般夸夸其谈，我见到风九殿下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我只能开口祝福他。别回头了，不要回头。你一定会遇到一个跟你旗鼓相当，喜欢你喜欢到骨子里的人。如今，他已经得到了他的幸福，别再往那边看了，只管往前走便是。就是啊，别回头啊，大道朝前，走就是了。这是什么？我将沈夜和阿兰惹的元神封印到了此树中。他们都是影子，居然还有元神啊！不错，他们二人本该身死，一切归于太虚，但世间万事皆以常理推之，未免浪费了许多情感。我将他们封印于此，千万年后，能否生出些造化，就再看天意了。他们二人虽是你我的一缕影子，但是情谊却如此真切。帝君选择了一个这么好的地方为他们安了家，也算是弥补他们生前的遗憾了。我们也该回去了。你笑什么？我就是突然想起，以前在太晨宫，我当差之时，帝君都没有正眼看过我一眼，现在居然跟我说要一起回去，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。我那时候不知道是你。那如果知道了又会怎么样？如果知道了，我们便不会浪费这么多时间了。无知小辈，还想封住本尊？莲心镜，竟然是净化浊气的莲心镜！东华，你果真不给我机会！是你逼我的！聂初银，快来见我！魔尊，旭阳用性命布下结界，如果现在要进入禁地，拿出血泪的话，必定要旭阳死。可是以属下现在的能力，杀不及旭阳与众人。想尽办法杀了他。是。东华封住了我一部分的力量，我要想冲出这结界，必须得到最后这滴血泪，尽快拿给我。
遵命。徐某君，我看到你在加强结界，本来想要帮你。结界有问题？感觉有些不太对劲，但是却查不出原因。我帮你一起加强。归来吧，聂魔君，麻烦你去通知其他几位魔君，就说结界需要加强，务必让他们一同前来。好。谢孤城，你不是已经用平婆果为他做了一个躯壳吗？为何他还迟迟不行啊？才刚做好3日罢了，而且他当日被埋王宫下，尸骨不存，只有一缕元神还封存在幽冥寺。可惜已经沉睡了100年，元神已经陷入了寂灭状态。如果想要仓促复活的话，只怕难以化去他元神中的浊气。那便如何？其人虽醒，但却只能浑浑噩噩，智力宛如幼儿。那有什么法子可以让他灵态清明吗？法子倒是有，只不过……但说无妨。需要有仙者甘愿为其夺取一半修为，或许能渡他重生之时灵态清明。那拿我的修为去便是了。你难道就不考虑一下？青提曾为了我连命都不要了，我只不过多给他些许修为，这有什么好考虑计较的？还有一事，按照仙路宝集镇的规矩，叶青提因奇缘得以飞升，需由赋予仙体之人赴9天瑶池为其洗涤凡尘，才可飞升成仙。那好，等他期满要修行之时，我便助他。哎，先别急，仙体刚刚成型，欲速则不达。等其仙体能够承受之时，我自然会告知于你。好。所以沉香离家出走，其实是为了救被压在山下的3圣母。有些人离家出走是行孝道，而有些人出走大半年了，一声不吭，仇煞家里人。小阿离，你以后长大了可不能学这花样。凤九姐姐离家出走回来啦！乖，听你小舅舅讲故事呢。都是些话本上的事了，我倒想听听新鲜的。你可同我讲讲。阿离最喜欢听新鲜故事了。凤九姐姐，你掉到梵音谷的事儿，小阿离，你先去一旁玩会儿，我有正事同你姐姐谈。阿离嘴巴可紧了。阿离听到三爷爷说凤九姐姐和帝君哥哥亲亲的事都没说出去。小叔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你没有回青丘啊？我在等你啊，不把你带回去，青丘的大事怎么交代啊？等我做什么呀？反正我也经常出去溜达，在青丘也不算什么大事啊。你这样，折颜上神肯定要恼我喽。看来你是忘了最近你身上担着什么大事了？什么大事啊？看来果然忘了。那我提醒你一下，你的冰藏之礼就在15日之后。对了，我真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小叔，你就当今天没见过我吧，我等15日之后再回来好了。
原本我是可以变成你的模样替了你。不过既然你回来了，可别再偷懒了。还有15日，每日少睡2-3个时辰，也尽够准备了。可是我一日也才睡4个时辰。怪可怜的。不过年轻人嘛，每天睡1-2个时辰也不碍事。还没到你熬通宵的时候呢，你就知足吧。知道了，我会好好准备的。虽然我们青丘的礼仪不如九重天繁重，不过这大体上的礼仪总得有。好。他们俩平安归来，你终于不用再愁眉苦脸了。这一趟多亏了有你，他们才能平安。就算没我，凤九也能平安归来。那人可是东华帝君，他能让他有事吗？也对，你就是爱操心。你不也费了几层修为为他们苦守吗？还不是等他们平安归来后，你才放心回九重天的。大概是受你影响吧。怎么了？这样盯着我瞧，怪让人不自在的。就是觉得你怎么没去找凤九啊？之前他来九重天，你俩可是天天都处在一处啊。他现在哪有空跟我玩乐啊？他们俩已经不愿分开到这般田地了。他呀，现在正为如何让家里接受帝君而烦心，偏偏又撞上冰藏之礼，哼，如今是烦上加烦。冰藏之礼，就是青丘每一位新君继任后必行的一个礼。几位新君必须亲手打出一款趁手兵器，于典礼那日当着八荒仙者的面藏于名下治所的圣地，以为后世子孙留用。我记起来了，当年我也参加过白浅的冰藏之礼，在四海八荒可是算得上很重要的盛事。他准备的如何了？这丫头倒是早就造好了一把和须剑，只是这装剑的剑匣尚未做好。他呀，从前想着反正时日尚早，等白浅的婚宴过后多玩耍2个月，再做也不会误事。谁知又掉进了梵音谷，竟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。如今啊，他定是全力以赴在剑匣该选什么材质、做什么样式上了，不敢分心其他了。这样粗心，倒是像足了你。难怪你们俩能成为朋友。可他那处着一个东华帝君，帝君做剑匣的水平可谓是一流，有东华在，必定在1、2日完工。这种紧要关头，凤九把它供在那里，不拿出来用一用，岂不是暴殄天物？大约凤九温存几句，东华一心疼，也就帮他做了，何来的烦心困扰？这种风流手段倒是像足了你，怪不得你俩成不了朋友。凤九可是说了，有帝君在，自然是万无一失。但什么事都靠帝君，也忒不上劲了吧？再说，帝君也不想他成一个只能依靠东华帝君的废物。这件事儿顶多帮他筹划筹划织剑匣的进度，别的大约也不会多伸手吧。我们打个赌吧。我也很好奇，帝君他会不会主动伸手代劳？想当年白浅的冰藏之礼如此盛大，我们家凤九的也不能落后。若我赢了，你便也要出席凤九的冰藏之礼，给他压阵，出风头。若是你赢了，我便亲自去拿分坨利池的肥鱼，让凤九给你做半个月的糖醋鱼吃。他的手艺可是1等1的好。这赌注可谓是得意相当。不过考虑凤九的境况，这个赌局还是我赢了比较好。哦不，我赢了好像也不算太好。
要是我吃了凤九的糖醋鱼，以东华的秉性，他非得让我吐出来不可。事情就是这样了。本来我想去跟姑姑求个饶的，却没想到距离冰藏之礼还剩下15日，可是我的剑匣还没做好。啊！照着这个进度图，如无意外，剑匣会在15日内做好。东华，你等着，我不会让你好过。魔尊，你这是？聂初隐，快去找几个魔族人给我吸食。魔族的人？还不快去！是。走。是。魔君，魔君，不好了！慌慌张张的，什么事？出事了，魔尊他。拜见魔尊。拜见魔尊。魔尊，你如此大动干戈，如何可以瞒住众人？这区区10几个废物，怎够本尊享用？是，魔尊你法力无边，但是为了让你恢复功力，我族怕是所剩无几，如何与神族对抗？你现在是在质疑我吗？属下知错，属下不敢。魔尊威武，天地不惧，是我族无上的荣光。妙意渊不断加强，我要尽快拿到血泪。从今日起，每日运送100名魔族弟子供我吸食，不得有误。100名魔族弟子。是，属下遵命。帝君，如何？是。
帝君，如何？帝君，这次这个位置还不错。帝君，外头凉风正义，凤九殿下的书桌可能太偏，吹不到凉风。待臣将凤九殿下的书桌也挪挪吧。挪挪也好。是。我记得年前也是和你在太晨宫下棋喝茶，曾对你有一劝，说有朝一日你若是想通了，娶一位帝后，知鹤倒是不错。但现在看来，知鹤配你确实勉强了些。我这个义妹心底原本单纯，我又受恩于她的父母，不免事事照拂。可能是我太过照顾于她，以至于她太过骄纵。所以你把她送去了西海水君那里，再磨一磨她的性子。西海水君为人正直，倒是一个不错的老师。若是知鹤能从他身上学到一二，想必一定会有所长进。你也算是为他步步操心了。不过你等了这么多年，等来凤九，也算是没虚等。果真只有他能承得起你的帝后之位。你今日喝醉了酒，竟难得听你说几句好话。酒倒是没喝，只是从程昱那里听说了一桩事。哦。程昱当初问凤九，问他做剑侠一事为何不找你代劳，他却回答说，凡事要靠他自己，不想靠着你徒长成一废物。当时我只是觉得，这只是他的一番场面话，小姑娘嘛，总是希望有人宠着捧着，但你未曾帮他，他却真的没有什么。那番话竟然是认真的。小白他一向很懂事。帝君，三殿下，何事？比翼鸟族、夜宵族人都已安排妥当，今日重林已亲自问过。你这一日一问，也过于慎重了些吧？只是，天宫毕竟人多嘴杂，仙娥仙童之间难免传话，只怕这件事情早晚会让凤九殿下察觉。无妨，他现在忙于冰藏之礼，没时间分心。待礼完，我便带他去碧海苍陵，大婚前再回来。你也过于太呵护他了。
他才多大，应该好好让他享受一番新婚的喜悦。糕点吃不吃？不吃。有粥喝不喝？不喝。喝呀，好。什么时候带我去青丘见你父母啊？待我说服我家姥姥和我爹爹之后。我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？帝君不会生气吧？累了？累了那就睡会儿。我不累，你靠着便是。你先暂且委屈几日，等我说服我家姥姥和我爹爹之后，我就带你回青丘。行吧。魔君，一连几日，魔尊为了吸收功力，天天折损百名弟子，属下怕如此下去，魔族就要灭族了。我又何尝不知呢？但魔尊金口一开，如若我不执行，只怕是连我这条命也没了。魔君恕罪，请容属下说句不敬的话。恕你无罪，说吧。以属下之见，魔尊一意孤行，怕是魔君的心愿，魔尊并没有放在心上。你的意思是，如若魔尊如此下去，魔族的根基不在，万一届时神魔大战，或者魔尊血性大发，我们倒不如从外族人下手，骗得人手攻击魔尊，这样还能保得我魔族一时周全。距离冰藏之礼还剩下不到2日了，这桩大事终于要有一个了结了。我记得苗阳的活你早就做好了。这么晚了，你还在画什么？原来画了座房子。
怎么不说话？剑匣已经完成了，我一时睡不着，所以就描个图来看看。其实，姑姑留在青丘的狐狸洞，我住不习惯。我早就想在外面的竹林盖一个小竹楼了。而且这个图以前描过，只是没有你跟小狐狸崽子的卧间，所以我想要重新描一遍，让米谷给我盖一栋。虽然你1年之中在青丘可能只有半年留宿，可是我觉得这间是给我的。我倒是挺闲，太晨宫和青丘都没有太大所谓，可以一直常住在青丘。但我以为我是宿在你房中，为何又给我另置了一间？这就是我考虑的周到之处了。万一我们吵架了，那你要住哪儿啊？没有卧间，难道你要睡书房啊？我觉得我再如何惹你生气，你也不该将我赶出去。先不聊这些了，这些都是细枝末节的事情。现在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要想一想，到底要给狐狸仔留几个房间备着。你觉得留几间好？留几间就是生几个，是这个意思吧？那留1间就够了。可是我想要留2间，因为狐狸仔要有2只才热闹的。可是呢，我又在想，如果说他们2个人玩得亲，就不亲我这个娘了，到时候不同我玩，我该怎么办？那就生2个。这张图你也不用动了，把我的那间给他们，就这么定了。可是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不睡觉，哪里来的小狐狸崽子？可是我的剑匣你看了吗？我做得好吗？看到了，做得非常好。你得去补一补觉了。好了这么多天了，你不累吗？可是。来人还真不少啊！青丘作礼，历来不张请帖。八荒仙者，有意且有空的，来者便是客；无意或没空的，也不勉强。说得好，这就是青丘的做派。不过，尽管如此，什么样的规格，什么样的场合，天上地下排得上号的神仙们，会来哪几位？还是估摸得出的。帝君，请坐。上神。帝君一向不爱凑热闹，今日怎会来参加小九的冰藏之礼？这个嘛，日后自会分享。这冰藏之礼可有什么讲究？今日啊，凤九殿下将提着刚铸成的何须剑，穿过此阵法，过得了才能踏上百级草阶，藏剑于圣峰中。若是过不了，就得重新占卜，待100年之后再行一场冰藏之礼。此阵法何人所设？这阵法是在冰藏之礼开创之初，由白纸帝君亲自种下的法术。待礼台开启之时，法术亦自动开启，合成难以预料的法阵。既是白纸帝君亲自所设，想必不比等闲。这桩礼之所以盛大，是因为他对新君的严苛。若是输了，在这之前100年间铸剑的心力全毁不爽，还丢人。以小白要强的性子，难怪他要连夜通宵了。
你算是有眼福的，能亲眼见得凤九的冰藏之礼。他们青丘着盛装行重礼的机会很少，一生中最重的一场礼，也就是这个时候了。前些日子，叶华那小子同我喝酒，言语中十分遗憾，未能亲眼见得白浅上身的冰藏之礼。他只能从典籍中的字里行间去想象他当年的模样。你说，小白他刚出生时是什么样子？你这话可千万不能让叶华听到，保不准他以为你在气他。同是青丘的女婿，他可比你早先行事，经验丰富，小心他给你使绊子。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你说这个，小白给我做的零嘴，怕日头晒化了，拿琉璃盒子封着。啊，哎，人家今日要在八荒成千上万的仙者面前尽大礼，你竟然令别人给你做零嘴，你是否无耻了些啊？你可不要冤枉我。我第二次见小白的时候，他就将花盆往我头上踢，还能镇定自若的嫁祸给尼姑。区区一个小镇长罢了，你以为他那么容易紧张吗？按照位分，凤九的爷爷也坐在你的下手，他竟然有胆量敢拿下你，这种场合，果然他无需紧张。你既已准备妥当，以你的功力，应付冰藏里的几个阵法，应不在话下。怎得如此紧张啊？小叔，我不是紧张这个，爹他来了吗？你这可不是废话吗？今日由你爹替你主持冰藏礼，他能不来吗？那娘呢？其他叔叔呢？你的大事当然都来了，该来的来了，不该来的也来了。不该来的谁啊？东华帝君啊。他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怎么，你不知道他要来吗？小叔，有件事情我需要同你讲一下。何事？一会儿冰藏典礼结束之后，我想带个人去见一见我爹，你可以陪我去吗？莫说这么多了，等冰藏之礼结束之后再说吧。时辰已到，请各位仙者静心观礼。冰藏之礼，现在开始。
就这么打着慢慢拖时辰，肯定是无法破阵的。爷爷施下这个阵法，虽每一回生出的法阵都不尽相同，但结阵的先者始终是10人。这么说的话，那多出来的众人之影，只可能是幻影。这在大庭广众之下，跟自己心仪的人眉来眼去，这种勾当我竟没干过，真是枉担一个情圣的名号啊！终于可以好好显摆显摆这几日辛苦做的剑侠了。情以何须？藏此堂庭，武德永固，佑我东荒。少君大德，承此神兵，情以何须？藏此堂庭，武德永固，佑我东荒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真是一个诸神共享的盛宴呢。不过依在下看来，凤九殿下这次的冰藏礼好像少了一个步骤。聂初隐此时出现在这里，说这么一番话，摆明是来踢馆的，不知道青丘如何应对。本君听闻，魔族一贯潇洒，不拘礼法，却不想玄之魔君倒是重礼得很。今日我们青丘在自家地盘上行一个古礼，还累玄之魔君大驾前来提点一二，真是惭愧惭愧。白衣上神，此言就诧异了。提点2个字，真的是折煞本君了。不过在下有幸在洪荒时代看过2场冰藏礼，甚为向往。我记得当时试剑之后皆为比剑，为何现在轮到凤九殿下试剑之后变为藏剑了呢？怎么回事？我听闻青丘的冰藏之礼确实有比剑这一环节，同辈的仙者们皆可挑战新君，输了倒无妨，赢了可以得新君一个许诺。那为何近来的冰藏之礼却取消了这个环节？我听闻白纸帝君之所以定下这个环节，是为了激励白家的子孙自小修习，在同辈之中拔得头筹。可后来轮到了白浅女君时，帝后可怜她是个女儿身，就天天跑到白纸帝君面前去哭。
白芷帝君后来也生出了一丝恻隐之心，就将冰藏之礼中比剑这一环节自动取消了，且默认今后青丘若再出女君，也可自动取消比剑这一环节。既是如此，聂初吟今日前来比剑，岂不坏了规矩？可惜就是这事儿并没有载入青丘的礼册，也做不得数啊。他今日前来，还能捞上一把，于情于理你还说不了他什么。既然青丘的冰藏礼法则未变，就该有一场比试。一直听闻凤九殿下剑术出神入化，在下想与凤九殿下切磋一二。即便该有一场比剑，魔君与小女也当不得同辈二字，又何谈切磋？还请魔君自重。白衣上神此言又诧异了。在青丘，凤九属于孙辈，在下也是第3代魔君，那这样看来，我和凤九属于同辈了。白衣上神，在下最新剑术，诚心想与凤九殿下切磋一二。我是魔族的人，但也是输得起的人。难道凤九殿下是神族的人，却是个输不起的人吗？哼，原本是一场你族内的比试，他这么一说，倒成了2族后辈的较量。神魔2族近年虽然修得木林，但终究在根儿上有了嫌隙。小聂魔君这么一挑衅，八荒六合都在看着，这下小九不上也得上。我倒是不明白了，他放着好好的魔君不做，非要来凑这一场热闹，还落下个以强凌弱的名声。父亲，既然魔君执意赐教，也不知何时能够遇上这样的高手。小九愿一试，定会有许多收获。凤九殿下快人快语，如此甚好。请赐教。看来是聂某高看了凤九殿下的剑术。神族之剑不过如此嘛。魔君虽长了我8万岁，约莫大了我3倍，但魔君与我毕竟是同辈人，竟没想到能赢了凤九。凤九真是心服口服。殿下还真是牙尖嘴利。不过这场比试是在下赢了，成王败寇。殿下答应聂某的承诺。等等。魔君啊，这青丘的冰藏之礼比剑这一环，乃是新君夫妇共同进退的一环。虽然你赢了新君凤九殿下，但还未过得了新君王夫那一关。你要拿青丘的承诺，似乎早了些吧？她嫁了，嫁了谁？
莫非？既是三殿下所言，大致没错了。王夫，在下未曾听闻凤九殿下有王夫，但没关系，在下也未必打不过，请上台吧。可以开打了吗？我出去磨了个剑。早知道你会输，不用觉得给我丢了脸。累吗？不累。怎么就输了呢？无妨。你觉得能跟本君过几招？帝君抬举了。这场比试应是同辈人之间的切磋，在下与帝君隔了一个洪荒，并非是同辈人呢。你说同本君不是平辈，本君为什么同你不是平辈？他是本君的帝后，同本君自然是平辈之人。你方才说你与他是同辈之人，那你同本君当然是同辈之人了。听说你醉心剑术，真巧，本君也醉心剑术，可见你我有缘。开打吧，让你3招。帝君好功力，在下败了。他小小年纪，竟也学会了先斩后奏了。哼，我看是有人教他的吧。你做得很好。结界确实有红光乍现，属下在密林外侧探测不到更多气息。聂莫君在的时候倒是……说，轮到聂魔君守结界的时候，我们外围将领时常会无缘无故失去意识，误以为是睡着。可这段时间的记忆全无，且一再问询，2000将领同时睡着，着实奇怪。其他的魔君就没有任何异议。聂魔君不是劝说其他魔君休息，便是自己撑样，
从未同时与其他魔君一同守过结界。属下调查之前镇守的魔将，问了才知，聂魔君从前就时常进入结界内。他进入结界时都屏退左右，无人得知里面的情况。传我口令，调聂魔君和燕魔君同时镇守结界。没有我的口令，绝不可擅自更改。是。你的伤势如何了？不碍事。聂初银胜凤九，虽胜之不武，你也不应该意气用事，硬生生劈断了他的剑啊！他会偷用术法，你就不会吗？你这仅凭一成法力进入阿兰惹之梦所受的伤还未痊愈，这又动了多少元气啊？无妨，只要稍加调息便可。你先回去吧，我等着小白一起走。你为何这般看着我？你跟凤九的这段情缘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真不动则已，一动就跟天雷勾动地火一般。但凡与他沾上边的，你都是这般半分都不肯相让啊！哪里还有稳坐太晨宫、不理世事几万年的尊神模样？那跟程昱沾上边的，你可曾让过半分？我去找小白了，一会儿还要同他一起去拜见岳家。你这样孤家寡人的，还是快回宫去吧。若是有个意外，恐怕过个几万年都没人发现。许阳，咱们真的有必要像这样几个魔君轮流守着结界吗？你为何如此烦躁？姬恒在九重天，你就一点都不担心？这淼落都几天没动静了，说不定几百年都没有呢。咱们就要干守几百年吗？燕赤乌，你如此毛躁，让我怎么放心把姬恒托付给你？老子才没……你方才说什么？血泪是淼落的元神心血，若要销毁它，莫非你要用你的几滴血和他的那几滴打一架吗？荒谬！血泪不被他炼化，是无法化为元神心血。若我用赤金血攻击，岂不是先要唤醒他的血泪？那便只能用法器了。许阳魔君，若魔族需要，我天族10万将领，大可供你驱使，守结界斩淼落。天下苍生大劫当前，不必在意之前的局域。小妍，现在正是魔族生死攸关的时候。姬恒留在九重天会比留在魔族更加安全。等到这些事情过了以后，你再把他接回来。希望到时候，他也能原谅我这个哥哥。至于聂初银，他定有问题，只是我不知道他与淼落是否真的有干系。他若只是觊觎我的魔君之位也就罢了，要是他跟淼落真的有……许阳，哦不，哥哥，你尽管吩咐，要小弟砍谁，一句话的事儿。小妍，没想到到了最后的关头，魔族最值得信任的人是你。聂初银，既然你在冰藏礼上大出风头，那现在是不是有好消息要告诉本尊？启禀魔尊，属下去青丘，本想讨青丘一个承诺，将功补过，待事成之后再禀告魔尊的。属下想在青丘冰藏礼上赢了凤九，然后讨得他们一个承诺，哄骗他们来魔族供魔尊息事，这样魔尊的功力便可以恢复。之后神魔大战，青丘狐族更是示弱，一举多得。那么说来，
你一心是为本尊筹划。正是，但属下没有想到，在冰苍岭上遇到了东华帝君。东华帝君功力深厚，属下打不过他，有损魔族的颜面。你说你和东华交过手了？那依你看，东华的功力如何？是否有什么破绽？东华功力深厚，3招之内，属下便败了。阿兰惹之梦中，我明明已经重伤了他，他紧接着调戏妙意渊，应消耗不少修为才对，竟这么快便恢复了修为。聂初银，从今日起，你每日运送200名魔族弟子供我吸食，另外，加速破坏旭阳和其他魔君之间的关系。待他一人的时候，我自会解决。是。说起这桩婚事，帝君千万年来见过的女仙不少，何以独独挑中我家凤九做你的帝后啊？我对她一见钟情。帝君这信口胡说的功力真是越来越深厚了。小女平素顽劣，得帝君青睐，真是青丘之福。如今凤九成了东荒的君位，这丫头毕竟年少力浅，还望帝君一切多帮衬。那是自然，不过上神亦不必担心。小白十分能干，大到除妖斗魔，小到除善手艺，都十分出色。除善手艺？小白做的糖醋鱼，滋味甚好，本君十分喜欢。没错，凤九除了糖醋鱼，那油炸兔肉丸、罗汉八珍、小敏兑鲜参，样样都出色。帝君以后若是想吃什么，随便吩咐他便是。好。娘，我又不是厨娘。再说了，这九重天上难道还没有厨子吗？可不知道帝君准备什么时候办婚事啊？这桩事本君一直搁在心上，本该一出谷就来青丘叨扰，但听说青丘择婿十分严格，小白担心本君这个女婿合不上长辈们的眼缘，而终日忐忑，所以本君也不好贸然拜访。合不上什么？小白担心本君这个女婿不符合青丘择婿的条件，既不是3代世家，目前也无法手握重权。只是事到如今，8荒6合都知晓本君是青丘的女婿了，即便合不上眼缘，也只有请青丘将就一下了。帝君言重了。本君亲自占算过，5月初6就是个好日子，不如今日就定下来。5月初6岂不还剩10天了？这么快，我们怎么来得及操持？毕竟是帝君大婚，简单不得呀。无妨，小白平日素爱热闹，一切都随了青丘的风俗即可。太晨宫管事，仙官重临，行事十分稳妥。太晨宫同青丘一同齐心举办一场婚宴，定错不了。只是成亲的地方，本君虽无父无母，但也想在同生同长的碧海苍陵才好。碧海苍陵，如此圣地，乃是父神赐予帝君成长的地方，怎可被我等去叨扰？怎是叨扰？我同小白最重要的是，也该让8荒的众神在碧海苍陵一同喝一道喜酒，方显郑重。帝君为了凤九，竟然愿意打开碧海苍陵。
魔君，魔君，出事了！淼洛偷走了圣物血泪，血阳魔君，请你立刻前往大殿。什么？失踪了！堂堂魔族魔君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下一步还请魔尊指示。待我修炼完毕，即刻冲破结界。是。我今日在这儿会你，实是受了白翼上神的请求。我还以为你是受了白真的托付，也要来训斥我一二。训斥？普天之下，四海八荒，谁敢训斥你呀？我和小白大势已定，你们按辈分，如今都强出我一头。那是。哎，神魔大战的时候，白翼曾在你麾下抗敌，这数十万年来，他听你说的话都还不如今日你说的多。本来你的一番话他是不敢置喙的，可凤九是他的心肝宝贝，就这么被你拐走了，他这心下如何能平？你可知道，他是不赞成这桩婚事的。哦，哈，倒不是嫌你俩辈分悬殊，而是凤九实在为你吃过太多苦。凤九当年为你做的那些事，白毅现在已经全部都知道了。身为父亲，他甚感痛心，对你呀是耿耿于怀。他的心情，我可以理解。哦，你理解？嗯。你做过父亲吗？不过如今，小九一心要向着你，你又在冰藏之礼上弄得人尽皆知，白毅自然不便说些什么，所以，他让我来问问你，不知你愿意给凤九一个怎么样的未来？白翼上神需要本君一个承诺，本君了然，本君亦可给。但这个承诺，却不同于寻常儿女的婚约盟誓。不知是个怎么样的承诺？世间之事变数甚多，每每无常。未来如何，本君亦算不出。若他白家想要问本君要一个未来，只怕是一纸空约。我不知能否给小白一个岁月静好、安康美满，但却愿许小白一个自由。自由？对，自由。小白性子活泼，本君愿由他由着自己的心性任意生长，只要本君为他的夫君一日，便不会强迫他做任何事。小白所做的任何决定，皆由他喜欢。我爹同意了。嗯。那，你到底是同我爹讲了什么，他才同意的？干什么呀，神神秘秘的？你到底同我爹讲了什么？你不需要知道。还不说，神神秘秘的，快说！
所以，你到底同我爹讲了什么？我说了，我要带你去我的老家碧海苍陵补办婚宴，那里风光宜人，方便你好好调理身子。顺道再多生几只小狐狸。你又骗人！我没有骗你。玩累了吧？玩累了就睡会儿，乖乖睡。帝君他老人家将玄之魔君聂初莹手中铁剑一招劈开，只见瞬间那厚重铁剑竟如剥笋般剥出2枚，而帝君的苍河正停在聂初莹的胸口，不出1招之内，竟演出此等无论招式还是力道皆变化无穷的高妙剑法。在场的仙者们一时全傻了，一面倾倒于帝君持剑的冷峻风姿，一面自卑于同上古之神相比，近年来他们的仙术不昌究竟是到了何等地步？唉，幸亏魔族在术法一途上发展的也不是很好，令诸神稍感安慰。喂，怎么让程毅元君说上书了？这有什么不可以的？九重天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，开心一下又如何？哎，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！哦，此话怎讲？莫非司命星君你不喜欢吗？非也。从前这些小神女、小仙娥们啊，未有胆子把念头打在帝君的头上，那实属是因为帝君他老人家太过神圣，又太过传奇。他们也未曾想过，有朝一日帝君会娶一位帝后，也或是想着，哪怕是帝君要娶帝后，他们这辈儿是赶不上了。哎，全赶上喽。可世事难料，没想到东华竟真的娶了一位帝后，还是与众女仙们同辈的青丘凤九，令他们倍感伤心。看来这趟冰藏之礼，还伤了不少人的心呢。义兄，我要见义兄！为什么？公主，你无诏不得回九重天的。我要见义兄，你帮我去通传一声，我要见义兄。公主，帝君带凤九殿下去碧海苍陵了。碧海苍陵，义兄竟然带他去碧海苍陵，义兄。如果当初我没有逃婚，这碧海苍陵又会是如何？哇，好漂亮啊！这里真的好漂亮，比九重天漂亮多了。你为什么不住在这里啊？这里太大，一个人住有些空。以后有我陪着你。
真的好漂亮，但是这么空置着真的好可惜啊。不如以后我们就在这里呢种一片柚子树，然后再种梨树，然后那边再种一些葡萄。在这里再修一个长廊，再弄一个假山，然后在那边那片空地上种一些你喜欢的佛铃花。好，都依你。那你还想要什么呀？都是给我的，你呢？我呢？我想要在这里修一个小荷塘，然后呢，再安一个小亭子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纳凉看星星了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只是突然反应过来，我竟跟你在聊着未来家里怎么布置，竟一时觉得不是真的。家里？虽然每年回来的时间都很短，但这也是我们的家呀。我可是说错了什么？我喜欢听你说我的家。这当然是我们的家了。虽然现在家里已经很漂亮了，但如若将来我们布置一番的话，会更加的漂亮。到时候我们便邀亲朋好友过来吃茶玩耍，你看如何？你最疼我。我最疼你了。如果让魔尊得到血泪，恢复到他当年毁天灭地的修为，那我魔族苦苦建立的秩序都将毁于一旦了。而聂初隐他现在步步为营，分明已将魔族的安危置之度外。魔君，魔君，大师跑了！禀魔君，大师不好，禁地有异动。他们可能已经都发现了。那就杀了旭阳，夺回血泪。这次旭阳用性命布下结界，一定会有更多的高手出来保护。属下不才，打不过燕赤武。魔尊，您告华夏，只有这一次机会来杀旭阳，要不然他们就会通知东华帝君。本尊自有办法。小燕，今日是否轮到你和聂初隐在这看守？是啊，昨夜禁地就不妥，我查探结界还没来得及找他，又有人闯结界，只能先通知你了。小燕，我怀疑聂初隐就是淼落的内应，每次有异样，都是结界内部出现问题，那就一定是我们7位魔君之中有人在做结界的时候动了手脚。而且，现在还有2位魔君失踪了。失踪？抱歉，2位魔君，我来迟了。有什么事情，比看守魔族圣物更为重要？虚阳魔君，抱歉，最近虚耗太多，所以睡觉耽搁了。小燕，请你留在此地看守结界，我要去查探一下魔君失踪的事情。还有，
请你帮帮聂初隐，好好提醒他，身为一个魔族魔君，该履行一个什么样的职责。旭阳魔君看来是不相信我。那要不这样吧，你亲自去我的大殿，勘察一番，可好？好啊，那就借你身边2位侍卫一用，走一趟你的大殿，去嫌疑也好。玄月何在？末将在。拿着老子的玄铁剑，陪旭阳魔君一起去。若是有什么妖邪敢对旭阳魔君不敬，只管砍上去。当初老子为了对付东华，这把玄铁剑可是炼化了7000邪灵。老子倒要看看，如今魔族境内哪儿来的妖邪比老子这7000邪灵更狠？是。聂初隐，还有你们几个，就留在这儿陪老子吧。既然小燕魔君都这么说了，聂初隐，刚才提到有魔君失踪，为何你一点都不惊讶？是属下路上遇到了聂魔君，告知他的。魔君，太神宫来人了。拜见魔君。不必多礼。可是帝君想到了应对之策。帝君大婚，在碧海苍林宴请众神，这是帝君给您以及凤九殿下给燕魔君的帖子。碧海苍林，东华帝君竟然要打开碧海苍林。魔族最近极不安定，还请帝君大婚之后速速赶往魔族。敢问魔君，可是血泪有不妥？最近有2名镇守禁地结界的魔君失踪了，我怀疑淼洛已经开始有所行动。近日我得帝君请示，利用妙华镜勘察妙义渊，却无异样。妙义渊无事。我送仙官来。魔君太客气。魔君可是有话要避人？仙官，我族内部定是混入了淼洛的奸细，只是不知道他们是何时勾结上的，又用何种方式联系，所以还请仙官转告帝君，待他大婚之后亲自来一趟，我愿将血泪交给帝君，彻底销毁，以绝后患。魔君深明大义。大敌当前，本该同心协力。还有一件事，魔君请讲。我的妹妹姬恒，现下是否也在九重天？是，姬恒公主跟随梵音谷族人一同安置在九重天。还请仙官多加照顾。魔君放心。还得再撒点食盐。
他说什么呀？他说，崇林已将喜宴的帖子送到众仙府上。我们的婚宴过几日便要举行，在这里只能待1天。只有1日的时间了。既然只有1天了，可不能浪费哦。来，闭上眼睛，不许用法术找我哦。开始啦！哎呀，要！快！哎呀，快！